OK， 本来是要等到礼拜五再来上片，因为那天会开箱啊，然后分享一些简单测试的感想。但是昨天很多各大媒体都已经有拍了开箱的影片啊，还有一些评测。那看完之后，很多人都在问我怎么想。我所有我想看的都看了，所以我应该大概看了20几支影片。那现在我就来分享看完这些所有的评测之后，个人觉得的重点分析，然后或许会对你们的购买建议造成一些不一样的影响。OK， 那我们就现在开始吧。OK， 第一就是相机。那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测试，当然就是 Pro 还有 iPhone 12。那在相机的部分，我们先前就有提到，就是只有在 Pro Max 的部分会有很大的升级。但是现在看了这么多评测影片之后，我发现先前我有点小期待，就是希望它在这3支相机本身的模组上面也有一点很大的进步。目前以我个人看起来，它很多上面的进步是非常非常细微的。那这个到底是不是因为它相机模组上的升级呢？那我个人推测比较会偏向于这次的 A14 晶片能提供更强的影像处理，所以这一次不管在照片啊，还有摄影的效果，在设计还有对比上，跟先前对比起来都有些微的进步。那讲到很多人在意的超广角这一点，那超广角这一点当然因为增加了夜拍的功能，它其实在很多低光源的时候会比先前实用很多。可是如果你对先前的超广角是比较诟病于它的一些边角的画素啊，还有整体拍起来的感觉颗粒感太重，就是比较模糊的感觉，那这一次目前看起来，我觉得那个部分并没有太大的进步，至少在12跟12 Pro 上面。那我看到最大的进步，当然除了夜拍之外，就是它在边角的修正比先前好了不少。那这个就是看你个人有没有很在意这一点。那另外一点就是，如果你要升到 Pro 系列的话，那这一次 LiDAR 在人像模式的拍摄上会有非常大的进步。他们有做一些比对啦，其实看得出来，这次 LiDAR 当然就是它有一个真正的雷射去扫描，可以更有效的去分辨出你啊跟背后物体的差别。可是，在很多边角细节的地方，像头发可能偶尔凸出来一根，因为它扫描的点毕竟没有那么细，刚好没有抓好角度的时候，那一些小部分可能还是会跑掉。但跟没有 LiDAR 的12比对起来，当然就还是会好蛮多的。那你们希望在低光源的模式能拍人像的话，那这个 Pro 或 Pro Max 系列就是你唯一的选择。那我个人的话，我是还蛮常用人像模式的，从iPhone 7 Plus 开始有人像模式开始，我就很爱用。那不管是拍人啊，或是物品，或是食物，对我也很想拍那种美美的完美照啊，拍那种咖啡杯，所以大家快点去追踪我的 IG 是 APPLE 底线，然后 DADD， 因为我也想成为完美，可以去吃一些免费的下午茶什么的。好，那再一点就是反光奎影的部分，这一次好，有7片镜片嘛，所以在晚上拍摄的时候，不管是影片或是照片，只要周围的一些灯光啊比较强的时候，上面就会有7个鬼影。那这一次这个鬼影的部分跟先前11 Pro 比起来呢，看起来丝毫没有进步。这当然也非常难去强求啦。那可能这个就是它在镜片的镀膜上要再有所的增强。如果你先前对这一点很在意的话，那在12系列上面不会有太大的进步。那当然重点就是在我们可以看看到时候12 Pro Max， 因为它主镜头模组跟其他3支是有差距的，所以到那个部分的话，我会再来测试给大家看看是怎么样。那整体看下来的话，我觉得它在影片拍摄上面真的还是非常的强。只是如果你现在手上拿的是11的系列的话，那你整个感觉上就不会有那么强烈的差距。可是我觉得在那之前啊，10X 或是10或者更之前的话，如果你这次升级到12系列的话，那我觉得在相机上的升级你会非常的有感。那如果你想针对相机这个部分看一些劝败的影片的话，我建议你可以看 Peter McKinnon 的影片，他用 iPhone 12 Pro 拍出来的影片真的是，所以我看完他的影片，我就觉得，我决定一定要买，我一定要升级。好，那再来一个讲的就是颜色的部分。那我这边讲的就是机身的颜色。那这次机身的颜色跟先前其实有蛮大的差距。这次看起来Pro 系列的太平洋蓝真的是非常的漂亮。那12系列的蓝，我觉得这个就是很主观。那有人很喜欢，有人不喜欢。对我而言，那个就不太是我的菜。每一个 YouTuber 在拍影片的时候，多少会有他们自己的校色的方式，所以也不能100%的准确啦。可是我们大致上可以用所有的影片结合起来抓个大概。还有这次的红色跟先前也不太一样，它就稍微变淡了一点，所以你可以尽量去看，就是你本来想要买的颜色，在这些影片上有没有看到。那我看完这些影片之后，其实对我本来笃定就是一定要买白色的这一点有点改观，因为我觉得金色也是非常的漂亮，所以到现在为止我都还没有完全确定我到时候12 Pro Max 要买什么颜色。好，那下一个我们就来讲 5G， 就来讲讲毫米波这个部分，因为这个先前我们有讲到很多人很在意的点嘛，因为美国的手机有毫米波，然后其他地方都没有。那以美国来说，毫米波的收讯还是超级不稳，连在纽约市里面测试都是你现在站在一个定点室外，那可能有毫米波，你可能走个几步之后，这个毫米波就消失了，代表说现在这个建构还有多么的不稳定。当然还有毫米波本身天生上的障碍，这一点也不太确定是不是建构很完整之后这点就会解决，所以毫米波的使用当然还是要搭配 Sub-6 这样子。那还有另外一点，这个可能会让很多人改观，就是它在使用毫米波的情况下，它的电池续航力是极度下降。因为你想，毫米波穿透力弱，距离又短，就算在短速在城市里面距离在移动的时候，它都需要在基地台里面切换来切换去。那这以我以前的经
经验的话，这样情况下当然就会造成它的续航力下降。所以这样讲回来，我觉得先前如果很纠结这一点的人，可以不用纠结那么多啦，因为其实真的实用性来讲，再来3-4年都不一定非常实用。那真的用得到的话，那你可能很多时候还是需要依赖 Sub-6。好，那我们刚刚讲到使用5G 的续航力，那现在我们就来讲就是整体的续航力的表现。在很多人的测试下来，这点蛮惊艳的哦，就是说它跟11 Pro 或者11系列比起来的话，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距，甚至在有一些测试上面，你还可以看到12系列的电池续航力还稍微好了那么一点点。那先前有人问说，为什么我在5大缺点里面没有提到，就是这一次的电池容量比先前小？因为电池容量它只是一个数字，那我们真的要测试的话，当然是拿续航力来当标准。苹果官方的给的数据是说续航力跟先前会一样。那以先前苹果公布续航力的数据来讲，他们其实公布的算非常的保守，也非常的公平啊，应该这样讲，他们不太会在续航力上面去吹牛。所以当然在电池容量这一点，没有经过人家实际测试，不能拿来当缺点。那现在实际测试出来之后，也大致上证明续航力跟先前11系列基本上是一样的。如果先前很纠结这个电池容量这一点，我觉得现在看完这个之后，基本上可以不用担心了。好，那我们再来讲到就是购买的容量，那这个先前也是非常多人问我的问题，因为我们有提到这一次有可以拍4K 杜比世界的影片，那这个会不会造成这个影片的占的容量会变大？那这个我在钟文哲的影片有看到，就是他有提到这一点，他说这一次的所有影片储存格式的档案，他们都有那种压缩的格式，所以所有的影片的储存的档案占量都有缩小，除了 4K 60 FPS 是和以往一样。那如果你的使用情况跟先前都一模一样的话，基本上先前买什么容量你觉得够用，那这次就可以买。但是这次有一个很大的差别，就是先前你只能从64跳到256，那今年在 Pro 系列的容量最低的选择是128，所以这个我觉得可以是蛮多人可以考虑的一个选择。那我自己的话可能也会考虑这个容量的配置。好，那最后讲一个最糟糕的，我不觉得会是一个让别人不去买升级的理由，可是我觉得我一定要讲出来，就是 MagSafe。我不知道他在搞什么。那我看了 MKBHD 的影片，那他开箱他试用这个 MagSafe。那在充电头啊，或是其他壳的部分，它吸力强不强？这一点我没有那么在意，因为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帮助你去对准，让你在无线充电的时候不会有这些耗能的耗损，这我完全的了解。我也不会期待它的吸力是强到需要很用力的去拔。但是苹果，你既然要出钱包这个东西，钱包就是你平常会放钱、信用卡、通行证、你的证件，就是非常重要的东西的一个钱包，你的吸力怎么可以那么弱？那当然有非常多原因，有人说因为它背后要去阻挡那个磁力，然后不会影响到你的信用卡，所以还不能做太强。那我的想法是说，你如果要做这个东西，那你不如就不要做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并没有期待苹果这一次因为有 MagSafe 就要有一个钱包在后面。很多副厂可能会自己用粘的方式，或是有其他的方法。那或是很多人本来就没有依赖在手机壳上面会有钱包的人，他们或许也不需要这个东西。那你既然做这个东西，你要卖1790，60块美金的价格，那我觉得你至少要做到别人觉得放重要的东西在上面的时候，不会甩一甩放在口袋它就滑掉。所以这一点真的是让我完全的想要退订我先前所订的钱包。那还好台湾这次到货的时间非常晚，所以我还有一段时间可以考虑。那我先前是订了2个，那我现在应该就只会留1个，那就是为了开箱测试给你们看。那我自己本身的话是不会真的想去用这个东西的，你们自己看它吸力有多弱，自己看。对，所以就是这样子。OK， 那我们现在讲到总结，就是看完这一些，我的感想是什么？其实还是没有改变，我基本上还是直接上 Pro Max。那这边我要讲回来，就是在相机的部分，虽然先前对其他3支 Mini 12跟 Pro 的相机，我就没有非常大的期待，可是看到实际的表现之后，我其实应该说算是持平啊，也没有让我惊艳到，也没有让我觉得特别不好。那我现在就是非常期待，就真的 Pro Max 到时候相机测试出来，会不会让我感到惊艳？我相信多少是会有，因为这一次放入这个大的晶片。就算它的升级可能不会有我期待的那么大，可是它的表现也绝对会比剩下的3支好。希望我不要乌鸦嘴，到时候那个相机不能对焦什么问题。OK， 好，那到头来就想听听看你们感觉，看完这些所有的 review 之后，你们现在想法有没有什么改变啊？还有你们先前所做的决定，不管是看了颜色的相机，还有 MagSafe， 还有容量或是续航力，这些所有的评测起来之后，有没有影响到你们原本购买的欲望或是一些购买的决定 ？OK， 好，那记得在下面留言跟我说，那我们可以在一起讨论。好，那喜欢这类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，按下小铃铛，然后按赞跟分享。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喽，拜。